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在甄嬛从甘露寺回来后，滴血验亲无疑是后半段最大的高潮。不得不说，皇后一党还是比较细心的。本来就觉得甄嬛这对双生子来得很蹊跷，再加上六阿哥出生后，甄嬛一举被封为熹贵妃，又有协理六宫之权，还有端妃和静妃等老牌嫔妃的加持，她急需一个机会，一举铲除甄嬛背后的势力集团。于是大胆猜测，小心求证。只可惜父亲人选弄错了，不然甄嬛可能真的就下线了。那么问题来了。在滴血验亲的剧情中，水中的白矾到底是皇后家的，还是甄嬛动的手脚呢？滴血验亲用了2集，挑明了之前埋伏的很多暗线和冲突，并且彻底扯下姐妹情深的虚伪面纱。这是皇后队伍对甄嬛队伍发起的一次绝地反击战。我们先来看看各自的阵营：皇后策划者，齐嫔开团者，安嫔假姐妹真刺客，甄嫔康常在，落井下石的吃瓜群众，绯闻夸大扭曲事实的营销号，静白装作路人的黑粉，碧儿假证人，慧川背锅的，甄嬛队伍，甄嬛被害人，静妃端妃帮助甄嬛，锦汐知晓一切真相的预言家，宁贵人欲饶甄嬛的外援，莫言强力外援，温太医嫌疑人。从第62集开始，滴血验亲的前奏就已经打响了。瓜尔佳氏联络群臣反对，上谏说朕因宠失政。臣妾可以等。这就是齐嫔愿意当出头鸟开团的原因，而且她真的认为二人有私情。这边甄嬛和好姐妹锦汐在做美甲。我听说齐贵人从外头请了个姑子进来讲经。怎么，宝华殿的法师不好吗？奴婢听说齐贵人总说自己身上不舒服，又说总见着那几个宝华殿的师傅看着就心烦，左不过是请了国司里的师傅来讲经吧。其实这个姑子就是静白，很明显皇后为了滴血验亲万无一失，早就开始进行布局排练了。这些奴婢本该好好留意的。奴婢觉得这件子这样就好了。只是今儿一大早，皇后就把奴婢派去给那些新来的宫女教规矩，谁知忙了一天呢，实在没顾上，还特意支走了锦汐。随后好戏开场，齐嫔信誓旦旦地告发甄嬛，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注意，这里甄嬛和宁贵人的身体瞬间僵硬，但当齐贵人说出她一问事出后，二人就放松了，也瞬间明白这就是皇后策划的阴谋。接下来皇后集团的爪牙开始添油加醋，众人一唱一和，好像在群口相声。接下来碧儿上场，说了甄嬛和温世初以前的事儿，关键时刻还是端妃问了一句：熹贵妃答应没有啊？没有，熹贵。这下端妃和静妃也了然于胸了。然后绯闻上场，进一步证实了甄嬛和温太医在宫内也不清不楚，经常拉拉扯扯。然后甄嬛开始反击，用了心理战。我问你，你出了钱，可把正殿紫檀桌上的琉璃花樽给擦拭干净了？已经擦了。胡言乱语！娘娘的紫檀桌上何曾有琉璃花樽？那分明是青玉的。侧面反映了绯闻并不是近身侍婢，所以这种私密事不是窥探就是瞎编的。后宫无一日安宁的，朕何从法？一上场就表达了对皇后的不满，并且送了齐贵人一个耳刮子。然后黑粉头子静白上场，甘露寺少有男子往来，温太医频频出入，嫔妮断不会认错。然后温世初上场，齐贵人又巴拉巴拉说了半天。皇后的目的很简单，扳倒熹贵妃，熹贵妃集团还有六阿哥的身份与继承权。正是因为皇上对六阿哥寄予厚望，才不能不验，否则真有什么差池，皇上岂非所托非人，把万里江山都拱手他人了。最后皇上终于决定滴血验亲，由皇后准备水。在第一轮验血中，众人都伸长了脖子，想看究竟融了没有，但齐贵人却提前放松，并且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。大胆甄嬛，还不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臣妾无错，为何要跪？血相融者即为亲，你还有什么可辩驳？皇上之所以这么轻易地相信这个结果，也就是因为此时触碰到了他的童年阴影，也就是太后和隆科多的旧情。朕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如此待朕？接下来甄嬛通过微表情判断出谁有问题，
看看皇后这心虚的表情。然后锦汐和苏培盛开始助攻。皇上，这水有问题，是有人做过手脚的。娘娘是清白的，皇上。皇上，再看皇后的表情，完了，露馅了。皇后当然不肯承认啊，然后惠春就出来背锅了。原著中，甄嬛确实接了一下水，加入了白矾，但是在电视剧中，甄嬛集团是没有人接触到的，所以这真的是皇后一手策划的。但就算没有皇后，甄嬛也会给自己上演这么一出大戏，然后嫁祸给皇后的。关注我，下集更精彩。